我今天要讲一句得罪人的话，90%学佛的人修了一辈子都只是在做样子，不是不虔诚，也不是佛法不灵，而是你把修行的动作当成了修行本身，这两件事看起来一模一样，差的那个东西却差了108000里，一个是在修心，一个是在演戏给自己看。我这辈子见过太多这样的人，念珠换了好几串，早课晚课从来不间断，在外头是街坊公认的虔诚居士，可一旦儿女出了状况，或者自己身上查出了毛病，那个慌乱，那个恐惧比一般不信佛的人还厉害，眼泪说来就来，夜里睡不着觉，满脑子都是怕。你说这几十年的功课念到哪里去了？佛法讲得很清楚，修行修的是心，不是行。每天做了多少功课，香烧了多少柱，跪了多少个头，这些不是最要紧的。这颗心在这些年里头有没有真正动过，清醒过，软化过，这才是关键。我为什么要把这件事讲得这么重？因为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，是绝大多数学佛人共同的通病。很多人修了一辈子，到死都没明白自己到底在修什么。我给你们讲个真事，听完你们就会懂，这种只修形式不修心的功夫，到头来会有多可惜，又有多要命。前些年我有个学生来找我，跟我讲起他母亲的事。他母亲赵阿嬷，台湾人，信佛30几年，是整条街都认识的菩萨婆。赵阿嬷这个人修行认真到让人打从心底佩服，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身，不管冬天多冷，夏天多热，先沐浴更衣才敢上香，家里的佛堂收拾得一尘不染，供桌上的鲜花每天换，香炉里的灰每天清，早课坐下来少说要1个多小时，台风天也不停，雷打不动。他在家里进进出出，嘴里几乎随时都在动，念珠几乎不离手，就连在厨房切菜那串珠子都挂在手腕上晃着。邻居有什么事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，谁家办喜事请他去念，谁家有丧事也请他去念，他拎着念珠就去，从不推迟，念得又快又齐整，一字不差。街坊都说赵阿嬷最虔诚最灵，他自己心里也踏实，这辈子就这样修下去。往生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一定来接，莲花开着等他，这件事他没有怀疑过。就这样过了30几年，后来有一年他感觉身体不对劲，儿子带他去医院做全身检查，去之前他还在念珠上默默转了几圈，心里说菩萨保佑没事的。医生看完片子把他儿子叫进去，说了几句话，儿子出来脸色有点不对。赵阿嬷问怎么了，儿子说妈，医生说要开刀，是早期，好好处理没问题，但得住院。就这么一句话，赵阿嬷愣在那里，过了2-3秒，眼泪就下来了。儿子赶紧扶他到走廊的椅子上坐下，他整个人都在发抖，两手紧紧合十，嘴里开始念，念着念着哭声就出来了。那哭声又委屈又慌乱，不像一个修行了几十年的人，倒像一个突然被什么东西砸到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老人家。他哭着说，我念了这么多年佛，菩萨怎么还是让我生病？我这么虔诚，为什么还是这么怕死？我到底念了个什么用？旁边候诊的陌生人都回头看，他儿子握着他的手，说不出话，眼眶也红了。我的学生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，说那一幕让他很难受。他说，老师看着我妈妈哭，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，不是单纯因为她生病，是我突然觉得
他这30几年是不是白修了？我不敢跟他说这话，但那个念头跑进来了，赶也赶不走。我听完沉默了一会儿，跟他说，不是白修，是修错了方向。你们要晓得，赵阿嬷这样的情况我见过不止一次，走遍各地，见过太多信佛几十年的老居士，到老了对死这件事照样放不下，看不破，照样慌。这不是那个人不虔诚，不是那个人不努力，他把所有人以为正确的事都做了。问题出在一个从来没有人教过他的地方，他念的是声音不是心。这2句话听起来差不多，其实差得远。我常常用这个比方，月亮挂在天上，我伸出一根手指告诉你月亮在那个方向，我的手指是指录用的工具，月亮才是你要去看的东西。可是有些人盯着我那根手指看了30年，手指看得清清楚楚，滚瓜烂熟，月亮是什么样子一次也没看见过。佛门里管这个叫指指望月，经文是手指，本心是月亮，佛号是手指，内心的清净安定是月亮。你这辈子拿着那根手指念了几十年，手指你认识，但月亮你有没有真的见过？赵阿嬷每天念的那串佛号是手指，他念了30几年，把手指念得丝滑流畅，走路念，洗碗念，睡前也念，可他从来没有认真问过自己，这串佛号是要把我带到哪里去的？是要让我的心变成什么样子？念佛不是目的，明心才是目的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但很少人说透。什么叫明心？就是你这颗心跟着这些年的修行越来越清明，越来越安稳，遇到事情越来越不乱。你今天念了1000遍佛号，念完了，心比念之前更静了，更宽了，这才叫有用。如果念完了，放下念珠，一遇到事情心还是散的，一听到坏消息脚还是软的，那这些年的功课进到哪里去了？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感觉？念着念着，忽然心里一静，那种静不一样，不是昏沉打盹的静，是清醒的静，是一种说不清从哪里来的安稳感。那一刻才是真的在念佛。可惜这样的时刻，很多人1年也碰不到几回，原因就在这里。赵阿嬷的问题就在这里，他把念佛念成了一个习惯。习惯是什么东西你们都清楚，对不对？每天早上刷牙，你做的时候根本不用脑子，手自动就去了，心早就飘到别处，根本不在那个动作上。赵阿嬷念佛念到后来也一样，嘴在念，心在想今天烧什么菜，想邻居昨天说的那句闲话，想儿子什么时候打电话回来，想孙子期末考得怎么样。嘴在修行，心在放假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毛病，几十年修行从来没有认真问过自己，我念佛是为了什么？念完之后，这颗心有没有动过一下？有多少人念珠转了几十年，这个问题一次也没问过自己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心收回来，放在这一句佛号上，那句话就能穿进心里去。心散在四面八方，念1万遍，也只是在空气里飘，飘完了散了，什么也没留下来。我不是叫你们不要念佛，不要念经，该念的还是要念，功德是真实的，不能停。我说的是念的时候，心要在每念一个字，让它落在心上，感受它，让它进去。就算一天只有10分钟，心是在的，那10分钟胜过心不在的10个小时。你仔细琢磨琢磨，这些年你念佛有多少次是心真的在的？
如果心不在，就算是修了几十年，那颗心还是硬的，还是窄的，见到什么都要品评一番，看谁都觉得差了一口气。这种人问题出在哪里？出在分别心上。分别心这个东西几乎每一个学佛的人都有，但几乎没有人把它当回事，因为它长得太像清醒，太像见识，让你误以为那是你几十年修行积累出来的眼力，其实不是，它是你心上一道，一步走的墙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？邻居的儿子升了职，在外头做了大生意，你听到消息，嘴上说恭喜恭喜，心里有一块闷。你家孩子也不差，就是没那么风光，这口气压不下去，念了好几声阿弥陀佛也散不了。庙里碰到一个人来得晚，上了一炷香，跪了几下就去吃饭了，你心里暗暗不以为然。这种人来拜什么？这么敷衍，菩萨能保佑他吗？听说巷口那位老太太换了个法门，不念阿弥陀佛，改念观世音，你心里转了个弯，他这样念到底对不对？还有儿媳妇不信佛，你看他就总觉得差了一截。哪家媳妇信佛，你就觉得那家人有福气，孙子听话。你说这孩子有善根，孙子顽皮。你说这孩子业重，你仔细想想看，这些念头有没有在你身上发生过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些全是分别心。分别心不是坏人才有的东西，是人人都有的东西，连修行几十年的人也有，有时候反而更重。他安安静静地住在你心里，你以为他是你的判断力，以为他是你的智慧，以为他帮你分清了对和错，好和坏，其实他在做的事情只有一件，把你牢牢困在原地。我常常说，这个世间最危险的不是你认识的敌人，是你以为是朋友的敌人。分别心就是这样。你说这个人修得不好，心里低他一眼，那一眼就是业。你说这个方法不对，那个方法才对，心里立起的那道墙就是业。你听到别人家孩子出息，心里那块闷就是业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业不是非得做什么坏事才造，起心动念已经种下了。你们要晓得，佛法里有一句话说得极透彻，有分别曰实，无分别曰智。什么叫实？就是你眼睛一看到一件事，心里马上贴标签，好的坏的，对的错的，比我强的不如我的，这个动作你根本察觉不到，快得像呼吸一样，从小到大贴了几十年，已经变成本能了。什么叫智？就是看见了，不去贴，让它过去，心里不留痕迹。一个有智慧的心，见到什么都是清清楚楚的，但不执着，不缠绕，就像一面干净的镜子，什么都照得见，但什么都不粘在上面。一个充满分别的心，就像一面沾满手印的镜子，什么都照不清楚，每看一次，手印又多一个。修行的方向是从实走向智，是让那面镜子越来越干净。可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每天念佛的时候，同时也在不停地贴标签，不停地起分别，那是在擦镜子，还是在往上面按手印？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地方，很多人在这里绕了几十年都没绕出来。我见过一种人，学佛学了几十年，讲起佛法头头是道，逢人就讲因果，逢事就说业力，但你跟他相处会发现他心里有一把无形的尺，见什么都要量一量，见到比他虔诚的心里不舒服，见到没他虔诚的心里暗自高一截，他自己浑然不知，以为这些都是正常的，甚至以为那是他几十年修行换来的眼力。可我看他
心量比没学佛之前窄了，脾气比没学佛之前更容易炸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看谁都差了一口气。这不是修行有成，这是走反了方向。再往深说，分别心的根底还埋着一个字我。你说这个好那个不好，说到底是在说符合我标准的是好的，不符合我标准的是不好的。你说别人修得差，背后是我修得比他好。你说别人的方法错，背后是我的方法才对。每一次分别都是那个我在替自己摇旗学佛，学到最后学的是什么？是让那个我慢慢小慢慢消，让心越来越轻越来越宽。可分别心这个东西，每分别一次，那个我就赚一分。你念了几十年佛，功课做了几十年，如果分别心没有少，那个我只会越来越硬，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。你现在这颗心比几十年前轻了吗？还是更重了？我说这些不是要批评谁，是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实。修行路上最难轻的不是外头有多少诱惑，是自己心里这把尺有没有放下过一次。怎么晓得自己分别心重不重？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你留意自己一天里头心里升起了多少次，这个不好那个不对，他不如我，他比我强，这一类的念头如果多到数不过来，那就是分别心当家了，主宰着你这颗心。放下不是叫你对什么都无所谓，不是叫你是非不分，放下是说看见了让它过去，心不跟着它走，就像天上一朵云飘过，那是白云也好，乌云也好，大的也好，小的也好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天还是那片天，心还是那颗心，不起波澜。能做到这一步，你这几十年的功课才算真的落地了一分。说到这里，我要讲一个比分别心更根本的东西。分别心少了，心能松一点，这很好，但光是少了分别还不够，你松开了那把尺，这颗心要往哪里安？安不住，还是会飘，还是会乱。修行路上除了要减去那些妨碍你的东西，还要培养一样东西，叫做定力。定力两个字很多人听过，以为是打坐才有的事，以为做够了时间就自然有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我跟你们说一个比方，一盆水放在那里静下来，月光一照，水面上的月亮清清楚楚，圆的圆，亮的亮。可你往水里丢一颗石子，水面一皱，月亮就碎了，七零八落，什么都看不清。人的心就是那盆水，心定下来，智慧自然在里头显现，什么道理都能看清楚。心一乱，一起念，那面水就皱了，什么都照不出来。定力就是让那盆水静下来，而且静得住。我今天讲一件真实发生的事，就记在他自己的年谱里。这个人叫虚云，1882年虚云43岁，他在鼓山对着祖师牌位立了一个誓，从鼓山出发，3步一拜，一路跪行到山西五台山，用这个方式报答父母的恩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从福建到山西，翻山越岭，渡河越野，走直路少说也有几千里，何况还是3步一拜。走3步跪下来，五体投地，额头贴地，再站起身，再走3步，再拜，就这样几千里的路，一步一步刻过去，膝盖磨破了，脚磨出了血，皮肉的苦不用说。但虚云说，走的时候心里并不觉得苦，我先把这句话放在这里，等一下再说。就这样走了将近2年，到了北方，遇上了大冬天。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冷，大雪封路，荒野里头冷风如刀。
虚云带着同行的一位出家人文成和尚，两个人相互照应，相互扶持。这一天，他们走到一处荒野，天色已暗，雪越下越大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。文成和尚突然撑不住了，倒在地上，高烧不退，全身发抖，手脚冰凉，人事不省。你们想想看，那是什么处境？荒野大雪里，一个人昏过去了，没有药，没有医，没有人烟，天黑雪深，换了一般人，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慌，慌了就乱，乱了就没主意了。虚云没有慌，他把文成安顿好，盖上能盖的东西，自己继续在大雪里一步一步的拜行，一圈一圈的烧香，心里只有一件事，一个念头，就是诚心恳祷，求菩萨加持，让文成能活下去。就这样3天3夜没有停，风雪没有停，他也没有停，他的心就像那盆静下来的水，外头的风再大，吹的是他的衣袖，进不到他心里去。他这3天3夜没有旁念，没有杂念，没有文成万一死了我怎么办？没有我一个人，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？只有那个城全部的心都收在那个垦岛上。第3天，雪地里走来一个人，衣衫破旧，像个流浪的乞丐模样。他走到文成跟前，从怀里取出东西给文成服了，又照料了一阵，文成的烧退了，慢慢醒过来。那个人来了又走，消失在雪地里，没说自己是谁，没留下任何东西。文成醒过来，第一句话说：师父，我刚才做梦，梦里有个老人为我喝了一碗热粥，喝完身子就暖了，就醒了。虚云看了看自己的钵，钵里是他这几天为文成备着的稀粥，火熄了，已经快凉。文成伸手摸了摸，说：师父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就是这碗粥的味道，我认得。这件事就这样记在虚云和尚年谱里。我告诉你们，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要你们去讨论显不显灵，灵不灵验，我要讲的是虚云那3天3夜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。他不是嘴里念着，心里同时在担惊受怕，他不是一边祷告一边打算万一不行了自己怎么办，他是把这颗心整个收拢来，全部放在垦岛这一件事上，没有其他荒野风雪饥寒死亡的阴影，这些他感受得到，但进不到他心里去。那颗心定在那个地方，纹丝不动，这就是定力。你们要晓得，虚云3步一拜，走了整整3年，到最后膝盖磨破了，血迹斑斑，2条腿都是伤。可他说走的时候心里没有苦，不是身上不痛，是那个痛没有进到心里去。皮肉是皮肉，心是心，这2件事他分得清楚。苦在身上，心在定里。苦就只是苦，伤不了根本，这不是天生的，是养出来的，养了几十年才养出这个能耐。那我们普通人哪里养得了虚云那样的定力？不用跟他比。我说的定力不是要你3步一拜几千里，不是要你在大学里跪3天，我说的是你这颗心有没有能力安住在当下这一件事上。做饭就全心做饭，跟老伴说话就全心在那个人身上，不心不在焉。念一句佛号，就让那一句落进心里，不让心飘出去。这就是定力最起步的功夫，不需要在蒲团上，就在日常里。我常常想，我们这个年纪儿女都大了，不用操那么多心了。照理说是最好养定力的时候，可我看到的很多人反而越老越散。这个消息看一下，那个群里转一下，
儿子的事要插一嘴，媳妇的事要说一声，孙子的功课也要问，邻居家里的是非也要听几句。这颗心一天到晚到处飞，从早到晚停不下来，到了晚上躺下去，脑子还在转，睡也睡不成。这样的心定在哪里？我不是叫你们什么都不管，家里的事当然管，儿女的事当然关心。我说的是管完了，心就收回来，让这颗心有一个可以安住的地方，有一个收得回来的能力，这个就是定力。最基本的起步，佛法讲得很清楚，水静则月现。你的心若真的定下来了，你求了几十年的那个清明，那个安稳，那个看什么都不慌的底气，不用去外头找，它本来就在那里，等着你的心静下来。可是讲到这里，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们，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觉？在庙里念佛念到一半，眼泪不知不觉下来了，心里一片温暖，什么都好，觉得这一辈子值了。可走出庙门，刚回到家，一开门，老伴儿正在为一件小事皱眉头，或者儿媳妇做的饭又不合你的口味，或者孙子在那里叫个不停，刚才那份温暖1秒钟就没了。很多人以为这是家里的问题，以为是家里这些人破坏了你的清净，以为是这些俗事碍了你修行的路。我跟你们说，不是，问题不在家里，问题在你对修行这件事还有个根本的误解。前些年我有个学生跟我讲起他母亲的事，他母亲方太，香港人，学佛10几年，是个极认真的居士，每个礼拜至少去庙里2次，早课晚课做得整整齐齐，香火从不间断。他跟我说，他在庙里念佛的时候，心静得像一潭水，念着念着，有时候眼泪就下来了，说不清楚为什么，只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那一刻松开了，轻了。他说那种感觉是他这辈子最安静的时候，可他一回到家就变了一个人。老伴儿说话嗓门大，他受不了，皱眉头，儿媳妇做饭放盐太多，他要说2句，孙子坐不住跑来跑去，他本着脸呵斥，稍有什么不顺心他就闷着，闷着就憋出一肚子气。到晚上念佛的时候，心里还是有个结。家里人渐渐都晓得，奶奶从庙里回来的那几个小时，最好别惹她，让她缓一缓才行。方太自己也觉得奇怪，有一天忍不住跟我的学生说，你去问问南师，我在庙里那么静，怎么一回家就全乱了？难道是我家的风水不好，还是家里这些人冲了我的气？我的学生带他来见我，把这话说了，我听完笑了，跟方太说，你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庙里静，家里静不了，不是家里的问题，是因为庙里没有一个人得罪得了你。他愣了一下，说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说，庙里香烟袅袅，大家都恭恭敬敬，没有人叫你多做一件事，没有人说一句让你不高兴的话，没有人的行为跟你的想法不一样。那个静不是你的心静，是环境静。环境静的时候谁都能静，那不叫功夫。真正的功夫是在老伴儿开口说了一句重话，在儿媳妇进厨房把你的锅用得乱糟糟，在孙子哭闹了半个小时，在这些时候你这颗心还静不静得住，那个地方才是你真正要修的地方。方太半天没说话，你们要晓得，我跟他说的这个道理，老祖宗早就讲了，叫做搬财运水皆是禅。搬财是什么？是出活，是最普通不过的日常劳动。运水是什么？是每天都要做的琐碎小事。这6个字说的是
你在搬柴的时候，心在不在那件事上？你在运水的时候，脑子有没有飘到别的地方去？你把一碗水从这里端到那里，就只做这一件事，心不走，这就是定，就是修行，不需要另外找道场，不需要另外找时间。庙是练习场，家才是考场。你在庙里每天练的是在清净环境下收心的本事，可光练不考，不知道自己到底学进去了多少。家里才是每天都在考你的地方。老伴儿说了一句让你心里一紧的话，你那个紧察觉到了没有？察觉到了没有？跟着他走，让他过去，这就是功夫。孙子又在缠着你要这要那，你没有破口大骂，温和地说了第3遍，这也是功夫，这比你在庙里念100遍佛号落得更实在。方太听到这里问我，南师，您的意思是说我跟老伴子拌嘴其实也是修行的机会？我说是的，而且是很好的机会，比你去庙里烧3炷香的机会还要难得。庙里那3炷香考验的是你面对清净的时候能不能静下来，家里那一次冲突考验的是你在最想发作的时候能不能还有几分清明，后者更难也更值钱。他想了一会儿说，那我这些年岂不是错过了好多修行的机会？我说现在知道还不晚。你们听到这里想一想自己每天的日子，早上起来做早饭，买菜，接送孙子，家里的大小事，老伴的脾气，儿女打电话来的那些话，媳妇的脸色，孙子的顽皮，这些每天睁开眼就在那里躲不开，绕不过。很多人觉得这些事情都是障碍，都在扰乱清净，最好早点解决掉，找个清净的角落坐下来念佛，那才叫修行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想法让你错失了最宝贵的东西。最让你起烦恼的那个人才是你最好的老师，最让你忍不住要开口的那个情况才是你最好的练习场。不是因为那个人坏，是因为他让你看见了你心里还没有化掉的东西，那个一触即发的火气，那个说不清楚的委屈，那个觉得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却没人懂得结。这些东西在庙里你看不见，因为庙里没有人去触动它，只有在家里，在日常里它才会现身，让你有机会看见它，然后一点一点地化掉它。这就是日常即道场真正的意思。煮饭是修行，扫地是修行，低头让一句话是修行，深呼一口气再开口是修行。道不在庙里等你，就在你每天开门、关门、炒菜、洗碗、应答儿女、陪伴老伴的这些时刻里，在那些最普通、最琐碎、最让你难以忍受的当下，道就站在那里，看你过不过得了这一关。说到这里，前面几种境界我们都讲过了，但有几件事情我还要跟你们说清楚。这几件事不明白，前面说的那些很难真正落地。第一件是关于本心的问题。学佛这么多年，本心2个字你一定听过不少遍。什么是本心？就是你这颗心最原本的样子，不被杂念染，不被情绪扰，清明安定本来具足。很多人听到这里就去找那个本心在哪里，找了几十年找不着，就以为自己够不到，或者以为自己业太重，跟本心没缘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。天上有太阳，太阳从来没有消失过。今天乌云后你看不见太阳，难道太阳没了？太阳一直在那里，是乌云把它遮住了。你的本心也是这样，它不是没有，是你这几十年积下来的妄想、执着、烦恼，
一层一层的盖上去，你看不见它，不等于它不在，它就在那里，一步都没有离开过你。可问题来了，知道了太阳被乌云遮着，你就使劲去吹那朵云，越吹那云摇来摇去，反而搅出更多灰尘，越遮越厚。找本心也是这样，你越用力去找那个找的念头本身就是心的一朵乌云，你越想静下来，越静不下来，越想开悟，越开悟不了，那怎么办？不是去找，是去清，把那些遮住本心的东西一点一点清掉，清掉一分的贪，清掉一分的观，清掉那些反反复复在心里缠绕的执着和旧怨，清掉一分，那个光就透进来一分。这才是修行真正在做的事情，不是往里头加什么，是往外头清什么。第二件是很多人对开悟这件事有个误解，以为开悟了就什么都圆满了，再没有烦恼，再没有脾气，一了百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不是这样的。开悟是什么？开悟是你这颗心对自己的本性有了一个根本的清醒，原来困了你几十年的那个大疑惑，在那一刻通了，这很重要，是一个大事。但是疑惑通了，不代表你几十年积下来的习气一夜之间就消了。打个比方，你走错了路，走了20年，今天有人告诉你正确的路在那边，你听明白了，路认清了，这是开悟。但你那双腿走歪路走了20年，腿的姿势早就歪了，走路的习惯早就定型了，你认清了路，还得一步一步的把那个姿势矫正回来，不是认清了就自动能走直的。开悟解决的是疑惑，悟后起修解决的是习气、贪执、痴慢这4个东西，是我们从小到大几十年一点一点积出来的，根深蒂固。你们想想看，那个放不下子女的担心，那个几十年前的委屈还在心里压着，那个觉得自己辛苦了一辈子没人懂得怨，这些不是说明白了道理就能一下子拔干净的，要一点一点在日常里磨，每起一次看见了，不让它变成话说出口，每起一次慢心觉察了，低一低那颗头，一点一点的磨，这才是悟后真正的功夫。第3件，我要跟你们讲一个现代人特有的问题。你们要晓得，我见过太多人每天功课做得很勤，但手机也刷得很勤，早课念完拿起手机先看看群里有什么新消息，子女有没有发什么，然后刷几十条短短的影片，一刷就是大半个小时，都不知道时间过去了。那半个多小时，你的心去了哪里？5秒一个画面，10秒换一个话题，你的注意力被切成一片一片的，像刀切豆腐，一刀一刀的切，切完了，你去念佛，念了几分钟静不下来，觉得今天状态不好，不是状态不好，是你亲手把定力切碎了，然后又要靠念佛捡回来，捡得比散得慢。定力这个东西养起来慢，散起来快。你这个月守着心念了100个小时，每天刷1个小时的闲话和是非，那100个小时打了多少折扣，你自己算一算。所以我说的戒就从这一条开始，每天给自己留一段不碰手机的时间，哪怕半个小时，让这颗心安静地待在自己身上，不给它任何刺激，不让它往外跑，这是戒，是守住安静的条件。能做到这一条，再说静坐。静坐不需要盘腿，坐在椅子上就行，腰背挺直，2手放在膝上，眼睛微闭，就看着自己的呼吸，一进一出，心跑了，拉回来，再跑，再拉，这个看见跑了拉回来的动作才是真正的练定，不是坐在那里一片空白叫定。每天20分钟，几个月下来，你自己就感觉得到
这颗心比从前稳了。借是守住安静的条件，定是在安静里练心，会是你那颗练过的心，在日常里自然流露的清明和从容。这3件事一环扣一环，少了哪一环，另外2环都立不住。你们现在这个年纪，儿女各有各的路，不需要再拼什么了。这段时光是老天给的一份礼物，给你时间把这颗心好好的修一修，把几十年积下来的那些硬壳一点一点的软化。不用急，一天做一件小事，一天少一点执着，一天多一分清明，这就够了。好了，今天讲了这么多，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，记性未必记得住，让我最后再唠叨几句。几件事打死别做，念佛别念成习惯，嘴在动，心在外头飘，那叫空转，不叫修行。分别心别让它天天做主，心里那把尺放下，手机别让它把你的定力一刀一刀切碎，别只在庙里修行，回到家换一张脸。庙里的功课等于做了一半，几步照着做。念佛的时候心在那一句上，每天留半个小时的静，手机放下，什么都不做，让心回到身上。遇到最让你受不了的那个时刻，先满一拍，深呼一口气，让那个冲动过去一点点，这一步就是修行在落地了。现在我要跟你们说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你今天看了这个视频，觉得有几句话说到了心里，这是你的缘分，也是你的福气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身边有多少人也跟你一样，修了几十年，还在这些弯路上走，还是心里慌，静不下来，却一直没有人告诉过他这些。你把这个视频转发出去，不是凑热闹，是在帮那个人。你这一条转发可能让他少走几年弯路，少造几场本不该造的业，这是功德，是货真价实的功德。我常说，修行不只是自己修，是把好的东西传出去。正人一句清醒的话，是在种福田，你动一动手指就做了这件事，这么轻，这么简单，何乐而不为？如果南老师今天说的对你有哪怕一点点帮助，我请你动动手指，给南老师点一个赞，点个关注，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些话。然后我请你在评论区留下这一句话，愿心如止水，智慧长明。不只是说给自己听，你这句话和千千万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，念头有力量，文字有能量，它会回向到你自己身上，回向到你的儿女身上，回向到你最在乎的人身上。愿你和你爱的人心都静得下来，智慧都照得出来。阿弥陀佛。